近期，一条关于中国大学生群体感染艾滋病数量很高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艾滋病感染出现低龄化趋势，初中、高中段病例也开始出现，最小的一例年龄不到13岁。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中共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中国青年生殖健康蓝皮书》显示，2023年共报告年龄在15到24岁青年学生病例3010例，2020年至2023年仅有12397人感染艾滋病，男女比例是33.9比1，平均年龄为19.9岁，同性性传播占84.7%，异性性传播占14.0%。太可怕了，你敢信？海南的艾滋病患者平均水平是全国的2倍，是不是觉得难以置信？更可怕的是，全国好像有这么个团伙，每天都在群里面炫耀自己感染了几个人，听起来真的很吓人。这个真的要转发给家人朋友，让他们知道这个事。前天我去客户那里收金，他告诉我，大学生现在是艾滋病的高发群体，很多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薄弱，然后容易受到各方面的诱惑啊什么的。没想到现在卖血都卖出了花样，卖出了高度。暑假期间，山西省和顺县双林血浆捐献中心推出了一个助学活动，最近被媒体曝光之后引发了巨大争议。活动的宣传海报显示，凡是在6月15日至8月31日期间献血浆达到4次及4次以上的学生都可以获得200元的助学补助。首先应该说明的是，这是献血浆而不是献血。献血的恢复期是3到4个月，而献血浆的恢复期是半个月。也就是说，在2个半月的时间内，献血浆4次甚至4次以上，在理论上是可以完成的。其次就是按照血站的说法，每次献血浆都会有补贴，能够献购4次以上就可以额外获得200块钱。换句话说，要想领到这200块钱，就必须在2个半月的时间里献购4次血浆。这哪里是什么捐资助学，分明就是引诱学生去卖血。那么为什么艾滋病会在中国泛滥？献血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需要从中国80年代开始的卖血运动开始讲起。中国看杂志第一篇题为《中国医疗体系3大谎言与悲剧：血祸、活摘器官、瘟疫》的文章揭示，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初，中国河南、陕西、山西等省份贫困农村兴起由官方主导的血浆经济。当时还有卖血致富、卖血救国、献血光荣、献血致富等官方口号，鼓励贫困农民卖血赚钱。农民卖800毫升血可得到40到80元人民币，也就是5到11美元。世界上其他国家献血的方式都是同时抽取血浆和血球，中国的血站是单点采血，也叫做血浆采血点，要的是血浆而不是血球。做法是血站将血液分离成血浆和血球，把血浆卖给生物技术企业或药厂。血浆可以提炼昂贵的血液制剂，如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等，然后把血球打回卖血者体内。打回卖血者体内之后，卖血者可以快速复原，因此1个星期可以卖血2次，1个月可以卖8次，赚取320到640元人民币，约合45到90美元。而在1980年代，中国的人均 GDP 每个月大约是150人民币，约合20美元。这对贫困的农民来说，卖血极具吸引力。然而可悲的是，由于这些血站设备简陋，抽血设备被不断重复使用，其中就包括患艾滋病病人的血，所以导致无辜的农民大规模感染艾滋病。同时，这些农民不仅只到血站卖血，也到农村血库卖，这样就使得农村的血库也遭受艾滋病的污染，需要输血的病人也因此感染。是全国最可怕的村子。4年，全村1000多人就有300多人患病，而在这300多人中，如今活下来的不到100人，很多家庭也因此灭门绝户。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艾滋村河南熊桥村，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源自于几十年前的一场卖血。开始卖血的我才37年，我今年70，光卖血光卖的快多年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熊桥村人多地少，许多以种田为生的村民都非常贫困，于是卖血就成了他们最快的来钱方式，卖一次能得到45块，
几乎相当于他们1个月的收入。而像熊桥村这样偏远又贫困的山村，几乎就是血贩子的天堂。由于他们血液干净，人也非常淳朴，许多人在这里嗅到了商机，纷纷开启了私人采血站。然而由于这些血站疏于监管，以及采血手法粗陋不堪，再加上针头重复使用没有消毒，导致艾滋病在这里广泛传播。到了90年代末，许多村民莫名其妙的离世，这才引起了村民的广泛警觉。不久之后，医学教授鬼吸烟叶亲临调研，才使得背后的真相浮出水面。然而此时的疫情早就由最初的血液传播扩散为夫妻间的交叉感染，接着又通过母婴传播波及了后代。一时间，整个村子变成了人间炼狱，许多家庭几乎死绝。那个院子里还有人住啊？一个老婆，其他人你干什么？他们死了，咋死的？还是那病，那等于是一家人就没有了。根据中国人权人士和医师的统计，艾滋血最严重的河南人之后传到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只要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民都在卖血。由于在中国各地采血的技术与管理漏洞，许多农村血站血液制品在经艾滋病毒携带者献血卖血后受到污染，导致更多健康的献血者被供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根据1990年代末的统计，单单河南省因为卖血、输血得艾滋病的患者就有100到200万人，全中国至少有500到1000万受害者。面对如此庞大数量受感染的病人数量，中共政府一直在掩盖真相。最早发现并揭露这一真相的是被誉为中国防治艾滋病的第一人高耀洁医师。他在《高洁的灵魂》这本回忆录中说，当时政府宣传说艾滋病毒传播途径主要是性和吸毒，没人说是由输血引起的，但其实比起前2个因素，献血造成的感染数字更为恐怖。中国艾滋病是经血库的血液传播，这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当时可能有人发现，但是没有人敢说出来。从那时起，转变了我对中国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看法，触动了我的勇气，促使我走上艰难而坎坷的预防艾滋病的道路。高耀洁医生为了保护和记录他所了解的中国艾滋病疫情和病人的资料，在2009年，他以82岁高龄出走美国，此后一直孤身定居纽约。2023年12月10号，在纽约家中逝世。后来，高耀洁向河南省政府反映血站导致艾滋病传播的问题，结果反而被中共迫害。最后，他将这件事情透露给了一名外国媒体驻北京的记者。2000年10月28号，河南艾滋村的报道震惊了世界，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国际的丑闻。2004年，中共政府不得不承认，河南省有38个村庄，约25000人因为卖血得了艾滋病。官方同时强调，这些人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同时，中共否认有人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北京政府的这一数据和今天的真实情况有着巨大差距。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看杂志这篇文章还写道，一方面，对于想要调查真相的医师、人权人士，中共采取各种手段对付，先是以金钱收买、荣誉拉拢，不接受的就开始打压、恐吓、软禁，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更甚者迫害其家人，使揭露真相的人家破人亡。另一方面，官方对于其他卖血、输血导致大量农民得艾滋病的村庄开始严格封锁，禁止外人进入。中宣部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相关讯息，法院也不能受理输血、卖血的艾滋病案件，律师禁止结案。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声称中国的艾滋病病患主要是透过性和吸毒传播。中共的政策让这些无辜的艾滋病患者自生自灭，只要这些人死光了，卖血输血得艾滋病的问题就解决了。而在整个过程当中，所有应该负责的各级政府官员、黑心血站、药厂，没有人得到惩罚，而是在继续在全国各地赚取黑心钱。一旦某个地区的艾滋病人增多，血液被药厂嫌弃时，血站就会换下一个村庄继续采血。中国新闻媒体报道，曾有4个卖血站被禁止，北京3个，南京1个，可是还有更多地下卖血站在运营着。2019年还爆出上海新型医药免疫球蛋白静脉注射剂验出了艾滋病抗体。只要资讯不透明，中共独裁统治凌驾于法律之上，
那中国的卖血输血造成艾滋病的血祸永远都不会停止。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